大哥，枪手又疲劳了。不对，我怎么听着全是3把大盖？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。 走，弟兄们，看看！一群土匪刚抢完鬼子的武器装备，却意外发现一支八路軍正在被鬼子圍剿。可土匪老大萬萬沒想到，這一次出手相救，竟救下了自己最看重的兄弟周衛國。只因此前為了掩護隊伍突圍，他被鬼子炮彈炸傷了手臂，最終靠着趙守田的拼死保護，才與縣長陳儀逃出升天。可冰天雪地裡，陳儀拖着重傷的周衛國，根本甩不掉鬼子的追擊，他只能先將周衛國藏進一間破屋裡，再試圖去掩蓋路上的血跡，卻不料被鬼子搜尋小隊發現，二人再次陷入絕境。 有鬼子追過來，多少人？20多人。我們還有多少發子彈？ 5發。兩人被20多名日軍圍困，這無疑是一場死局。但雖然只有5發子彈，可陳儀並不想落在鬼子手裡，因為對方已發現自己是女人。有2發子彈，我不想死在敵人手裡。但就在兩人準備與鬼子殊死一搏之際，突然外面傳來了一陣密集的槍聲。原來是剛從戰場下來的朱老大恰巧帶隊路過，並順着槍聲摸了過來，而也因此撞上了這夥鬼子。 是朱大哥，朱大哥來了！衛國，朱大哥，我們在這！朱子明之所以會主動救八路軍，並不只是因為雙方同為中國人，在此前的接觸中，他看到了這支隊伍身上的擔當和堅持，所以在他的判斷裡，八路軍已經不是需要防備的外人，而是值得並肩作戰的人。這也體現出朱子明這個人物的特點，他看人的標準從來不是身份和立場，而是一個人真正做過什麼。可雖然陳儀與周衛國得救了，但周衛國的傷勢卻愈發嚴重，連續幾天都高燒不退。 現在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能動手術取出子彈，要不然他的傷口會一直爛下去。手術？可清風寨只是個土匪窩，連醫生都沒有，更別提做手術了。而如今之計，只有想辦法下山綁個鬼子軍醫回來。但這無異於虎口拔牙，立馬就遭到了陳儀當場反對。不行，那樣太危險，你們不能去。那你說怎麼辦？看他等死啊！你們就不能想想別的辦法嗎？這是我二當家的，是我兄弟，我死我也得救他。 咱們走。雖然此行凶險萬分，但朱子明依然決定冒險一試，因為在他心裡，周衛國早已是自己認下的生死兄弟。面對周衛國生命垂危，他考慮的不是這次行動有多危險，而是自己不能眼睜睜看着兄弟等死。這也體現出朱子明的另一面，他的情誼不是簡單的江湖義氣，而是在認定一個人後，願意為這份關係承擔代價。不過，當朱子明與老四下山抓鬼子軍醫之際，另一邊參謀長李勇帶着隊伍終於衝出了鬼子的包圍圈。可當與副連長張楚碰頭時，才發現周衛國竟沒有突圍出來。壞了！ 怎麼了？為了掩護我們，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。此時眾人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，但他們尚未完全脫離險境，因此也不能在原地久留。於是參謀長李勇當機立斷，命張楚帶特戰隊去營救周衛國，而他自己則率隊在安全區域接應。但很多人會發現，李勇這次的選擇和此前許光榮不顧周衛國生死，下令撤退時的決策完全不同。可兩人的區別並不是誰更重感情，而是作為指揮者，他們對局勢和風險優先級的判斷不同。許光榮當時優先考慮隊伍突圍，而李勇深知周衛國的能力和價值，在得知他是為掩護戰友才被迫留下後，果斷選擇承擔風險將他找回。而這也體現出李勇作為指揮者的特點，真正成熟的判斷不是回避所有風險，而是知道哪些選擇值得堅持。排長，隊長，陳儀！張楚他們四處搜尋着周衛國的下落，而隨着天色漸暗，另一邊朱子明和老四已經摸到了山下鬼子軍醫的宿舍，在悄無聲息地解決掉外圍的守衛後，二人立即來到鬼子軍醫的床前。來，工作為他，中國人，什麼你幹？然而這次綁架行動卻並非一帆風順，當他們準備撤回山寨時，竟撞上了一支鬼子的巡邏小隊，而朱老大本想躲開避免衝突，不料鬼子軍醫這時竟狂吠了起來。這聲尖叫瞬間吸引了大批鬼子的注意力，隨之而來的便是密集的子彈。但他們只有2個人啊，而且為了綁人都是輕裝前來，並沒有攜帶多少彈藥，時長僅僅不過2分半。經過一番激烈的交火，老四便打光了槍裡的子彈。大哥，怎麼辦呢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所幸援軍及時趕到，而來人正是張楚他們。為了找尋周衛國，他們在山裡一直找到了晚上，直到聽見這邊的槍聲。有了楊大力他們的加入，戰場局勢瞬間逆轉。依靠猛烈的火力以及特戰隊員們超強的戰鬥力，頓時將這群鬼子打得毫無還手之力。狙擊手水生更是彈無虛發，一人擊斃多名敵人。他原本就是山裡的獵人，常年野外求生，練就極強的靜態潛伏與遠距離瞄準能力，這也是周衛國選中他成為特戰隊狙擊手的關鍵原因。而眼見形勢不利，殘存的鬼子見勢不妙，倉皇逃竄，否則必被全歼。哪位好漢？為什麼幫我？我們是虎頭山八路，我是張楚。張楚，我是朱子明啊！朱當家的，
至此，朱老大總算脫離了險境，而張楚他們也終於找到了周衛國。可讓他們沒想到的是，經過鬼子軍醫的診斷，周衛國這條潰爛的手臂已經嚴重壞死，如果不及時截肢，恐会感染致心肺，危及生命。恐怕要截肢。截肢？截哪儿啊？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。什么？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？给我闭上去！徐虎拔枪的原因并不是他不相信军医的判断，而是他无法接受周卫国最终要以失去手臂为代價活下来。在徐虎心裡，周卫国不僅是自己的队長，更是一起經歷生死的兄弟，所以聽到截肢時，他第一反應不是冷靜權衡，而是不甘和憤怒。這也體現出徐虎這個人物的另一面，他並不是沒有理性，只是在真正重要的人面前，兄弟情誼始終是他無法忽視的底線。請相信我，憑什麼相信那個鬼子？我命都在你們手裡，你憑什麼不相信？鬼子軍醫的一番話讓徐虎他們瞬間沉默了，因為他們意識到眼前這個決定真的可能關係到周衛國的生死。而回看這一段，周衛國真正擁有的不只是戰場上的能力，更是和身邊人一路並肩作戰形成的情誼。朱子明願意冒險救他，李勇願意承擔風險找他，徐虎更無法接受他失去手臂。這些選擇的背後，是他們在一次次生死考驗中對周衛國形成的認可和信任。而現實中也是如此，真正牢固的關係從來不是靠一句承諾維繫的，而是在共同經歷中慢慢沉澱出來的。那麼接下來周衛國的命運將何去何從呢？他這條胳膊到底保不保得住呢？我們下期接着解讀。